直到疫情趋缓前，都是业绩能够勉强支撑生活费。但也因为受到打击，所以激发了我们想要继续更茁壮的动力。当时就想说可以转型，是可以让一个品牌不要是只是透过销售衣服来传递想法，是可以透过 YouTube 频道去传递价值观。嗨，大家，我们是小资服饰，在4年多前从台北南漂回嘉义老家，从一间小套房、1台笔电、2只猫、1只狗，开始了电商创业人生。除了官网，现在有嘉义、台中，以及今年9月开在台北南西成品的门市。那很多人好奇，你们为什么要创立小资？是不是一开始就做服装相关的工作？但其实我们创立小资服饰前，当过超过3年的周休2日上班族。还记得当时每到礼拜5的时候就很快乐，但是到了周日的下午开始心情就很低潮。因为一直重复这样子的情绪，就会想说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这样固定场域、固定时间的工作？如果时间、地点都可以自由的工作，会不会是比较适合自己？后来我们在台北主要是接插画、动态摄影，然后开始了日夜不分的接案人生。刚开始很开心，因为时间地点都很自由，但后来发现这样子自由弹性的接案模式没有很适合我们。人很自由，但是心不太自由，所以后来我就想说，我们会摄影，然后又会设计，之前都是帮别的品牌塑造他们想要的，为什么不要帮自己打造一个我们喜欢的品牌模样？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思考创业这件事情，也开始去回想说自己的兴趣是什么。后来才发现我很喜欢搭配，因为本身对于色彩跟构图很敏锐，对于搭配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。还记得我刚毕业时在一间公司当设计，当时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出门，就算再累也会提早1个小时起床去梳化，然后再去上班，而且还维持了3年多。于是呢，我们想说可以试着将这份热爱转换成事业，因此小资就在2020年的4月初诞生了。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在4年多前刚起步的时候，因为没有钱、没有资金，是一边接案一边开始创立小资的。有半年的时间都是身兼2职，赚生活费之外，也开始存资金，过得很省的生活。虽然刚开始压力蛮大的，但是我们很快乐，就是终于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份工作。因此呢，我们开始投入大量的心力，每一件事情都自己来，替自己打造一个我们自己很想要的品牌模样。就这样努力了半年后，终于开始有一些起色。但接着困难来了，我们遇到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。当时因为我们没有嘉义门市，就有官网，大家可能会想说，疫情的时候应该电商生意会蛮好的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官网的业绩是一落千丈，直到疫情趋缓前，都是业绩能够勉强支撑生活费。但也因为受到打击，所以激发了我们想要继续更茁壮的动力。当时就想说可以转型，是可以让一个品牌不要是只是透过销售衣服来传递想法，是可以透过 YouTube 频道去传递价值观。所以追踪我们比较久的粉丝，应该都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开始成立了频道，大概拍了4、5支影片左右。那时候为什么会在2021年有了频道，但是到现在才开始经营呢？主要是因为频道的经营实在是太耗时了，而且当时品牌还不稳定，我们最需要的是维持品牌的营运。所以在疫情结束前呢，我们选择开了实体门市，让客人有地方可以试穿。因此呢，在2021年的12月开了嘉义店，接着在2022年的10月在台中举办快闪，同年的12月在台中开了实体店，就这样过了忙碌的1年，然后就把频道这件事情忘了。然而今年遇到一个危机，就是出国潮对于台湾的整体零售业的冲击，因此我们决定在台湾逛街人潮最多的中山站开了台北店。在今年开完台北店之后，其实已经很疲惫了，就是等于创业这几年是没有好好休息的。正常来说，应该开完台北店是应该好好的休息一阵子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经历这些困难能够存活不是幸运，是因为努力。我们很尽力的顾及每一个环节，设计、拍摄、行销、空间设计，比如嘉义店的老屋都是全部我们自己动手处理的，台中、台北的油漆、木钩、软装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用的。但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终于找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，我会想要努力的去维持它。前面有说到，不管是当上班族或者是接案的工作，那段日子就像是每天穿着一双不适合自己的鞋子，可以安稳的行走过日子，但那种感觉不是属于我自己。不过这些经验反而逼我们停下来思考，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。这也是我们创立这个频道的核心。我们希望能够借由分享穿搭，让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，不是只是跟随潮流，而是发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面。
所以呢，我们收集了 IG 上嘉义、台中跟台北店所有店员最常被客人问的问题，像是这件衣服要怎么搭啊，我想要怎么转换风格，或者是怎么样的风格比较适合我。我们会把大家这些提问都一一的记下来，整理之后来当做日后的影片主题，帮大家解决各种在穿搭上的烦恼跟疑惑。会有任何关于穿搭的想法、问题，或者想知道怎么样可以搭出适合自己的风格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理念，想要看更多关于衣服搭配的分享，记得订阅我们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